慕尼黑安全会议只谈军援，不谈安全，表明了西方对结束俄乌冲突的态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慕尼黑安全会议落下帷幕，全球共有40位国家元首、96个国家的近100名部长和专家参会。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这些参会国中的大多数都是乌克兰的西方盟友，没有邀请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次安全会议不谈安全，只谈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或者说是如何军援乌克兰。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已经成为了拱火战争的会议。那么，如此盛大的会议，在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方面有什么想法呢？几乎没有。乌克兰将俄罗斯撤军视为谈判的先决条件，甚至还包括从克里米亚撤军。巴西总统卢拉提出的成立和平俱乐部进行调解的想法，并没有被大多数人重视。只有中国声明要提出自己的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建议，让西方国家有所期待。毕竟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要大一些。那么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到底能让我们看出什么呢？第一，这实际上是一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协调大会。与会者试图在北约内部以及西方国家之间就有关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政策协调各方的立场，比如把欧洲国家联合采购炮弹的议题摆上了桌面。西方已经意识到俄乌冲突将是一场长期的鏖战，因此必须有一个更长远的炮弹援助机制。这也说明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乌克兰短期内不存在妥协的可能。第二，这场大战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对俄罗斯的声讨会。除了美国和英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以及欧洲大国在对待俄乌冲突的态度上发生了改变，更加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决心。美西方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呈现出没有实现、没有红线的趋势，意味着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打得怎么样都不重要，因为乌克兰会一直打下去。第三，中立国家正在承受更大的战队压力。可以确认的是，如果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打不出优势，西方对乌克兰援助的信心就会更强，要求中立国家站队西方的压力就会加大。可以预见，某些中小国家面对美西方的压力，会被迫转变立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和谈原来都是普京在主持，这次却换成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国力被消耗之后，已导致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第四，从不邀请俄罗斯和伊朗参会而注重中国参会的情况来看，欧洲不想把俄罗斯逼上绝境。也就是说，美西方通过这次会议表达了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但是欧洲也明白中国主张促谈劝和的正面意义，所以让中国高规格参会并表达自己的和平主张，就等于给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和谈留下了一线生机。虽然希望非常渺茫，但总比没有任何缓冲的机会要好。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只要俄罗斯继续打下去，西方国家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就会分裂，西方国家的民众也会站出来反战。但从现在的情况看，尽管欧洲国家的利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北约更希望俄乌冲突再持续一段时间。一个更加虚弱的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的未来有利。反正现在流血的是乌克兰，而不是欧洲。至于美国，其态度就更明显了。如果继续打下去，可以帮助美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安全利益，更好地维护其霸权。而俄罗斯现在是不想打也得打，因为并入乌克兰4个州之后就没有退路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或许中国提出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才是给俄乌双方一个台阶下，缓和冲突、结束战争的一个理想的选择。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